这不是演习，而是一场针对30年经济泡沫的定向爆破。2026年1月，北京红墙之内传出一道最绝情的密令：不准救、不准借、不准撤。当高达 300% 债务规模的非金融债务核弹被亲手引爆之时，曾经奉若神明的房地产神话和股市信仰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，楼市崩盘，股市暴跌，大宗商品价格跳水，甚至加密货币也难逃一劫区区。4大核心资产庞佛同时归零，整个经济秩序在剧烈震荡中走向崩溃的深渊。为何中国经济的北京丧钟突然敲响？这颗债务核弹其实是过去30年积累的庞大泡沫。自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，但这增长的引擎很大程度上靠债务加油。无论是基础建设狂潮还是房地产热潮，都离不开各级政府大举举债，银行疯狂放贷，人们加杠杆投资的狂欢。30年间，高楼拔地而起，高速公路和高铁纵横神州，城市天际线不断刷新纪录。这背后是一场举债造成、举债发展的豪赌。然而，天下没有永远只涨不跌的市场，债务滚雪球般越滚越大，终于在今天累积成一枚惊天动地的核弹。根据官方和研究机构数据推算，中国的总债务规模不含金融业已突破 GDP 的3倍以上，债务余额估计超过400兆，即400万亿人民币。这意味着债台高筑，每生产1元钱的经济产出就背负了3元以上的债务。宏观杠杆率在短短数年内从 250%、271% 路飙升，直到最近硬生生撞破 300% 的关口。这是个极其危险的水平，利率哪怕细微上升，都可能令债务利息负担暴增。经济增速一旦放缓，债务相对比重就会自动攀升。如今物价低迷，经济趋冷，债务雪球越滚越大，已到了骑虎难下、非爆不可的境地。问题是，谁来引爆这颗核弹？是意外走火，还是有人刻意为之？迹象显示，北京当局选择了主动引爆。与其任由泡沫继续膨胀，最后失控炸裂，不如提早进行一场可控的爆破，以免更大的灾难。这正如工程上的定向爆破，在大楼危楼不稳之际，预先安置炸药，使其按预定方向倒塌，从而避免更范围失控。然而，经济泡沫的爆破远比拆楼复杂残酷，因为倒下的不只是冷冰冰的高楼，而是千千万万家庭的财富和梦想。不准救这3个字宣告了政府态度的骤变。长期以来，中国投资人都有一种信念，大到不能倒的企业，政府一定会出手相救；股市一暴跌，国家队一定会进场托市；经济一失速，央行一定大放水刺激。这种信仰源自过去多次经验的，即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政府推出天量刺激；2015年股灾时，政府强力救市托盘。但如今，最高领导层的一道密令亲手打碎了这种信念。不准救意味着对那些深陷危机的房地产巨头、地方融资平台乃至某些陷入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，政府将袖手旁观，任其倒下，不再动用纳税人的钱大规模接盘。以往靠政府背书而屹立不倒的铁板一块，瞬间变得岌岌可危。不准借则斩断了延续泡沫寿命的最后药丸。过去多年，很多债务之所以不断滚动，靠的是借新还旧，用新债偿还旧债，拆东墙补西墙，把危机往后拖延。地方政府如此，房企也是如此。然而现在，这道命令禁止再举新债去填旧债的黑洞，等于强迫债务人摊牌，必须直接面对债务违约和清算的现实。缺乏了后续资金输血，那些原本就资金链紧绷的主体将难以为继，债务违约潮因此一触即发。最后一条不准撤更是耐人寻味。有分析认为，这指的是不准相关部门和地方官员临阵脱逃，要求他们坚守岗位，共度危机；也可能是警告利益相关者不准卷款外逃，防止资本大规模撤离，引发金融风暴。实际上，在经济压力加剧的最近1年，中共当局已开始收紧资本管制和人员出境管制，许多富裕阶层和企业家试图将资产转移海外或移民离场，被官方严密关注。
海关对携带巨额现金出境的查验更趋严厉。一些迹象显示，近期技术故障导致的银行跨境汇款受阻事件频频，引发市场对资金管制升级的猜测。不准撤，或许正是针对那些想逃离危险的人发出的警告。此时此刻，谁都别想撤资跑路，大家都得困在这条船上，同生共死。债务核弹的引爆，首先撼动的就是中国经济曾经最坚实的两根柱子——房地产和基建投资。在过去20多年，中国房地产一路高歌猛进，房价翻了几十倍，造就了无数富豪和中产，也造就了全球最大的楼市泡沫。对许多人来说，买房等于发财，似乎是恒久不变的真理。一套房子不仅是安身立命，更是最佳的投资工具。房价只涨不跌成了全民共识。然而这一神话如今破灭了。伴随债务危机爆发，房地产市场遭受毁灭性打击，交易量骤减，房价狂跌，资金链断裂的房企接二连三爆雷。回想数年前，恒大地产高举高打，许家印风光无两，号称拥有3亿平方米土地储备和全球最多的在建楼盘，负债也一路高筑至3000亿美元的惊人规模。终于在前2年，恒大债务违约，资金链断裂，成为中国史上最大的房企崩盘案例。许多投资者和业主一夜梦碎，买了恒大期房的业主发现楼盘烂尾难交付，购买恒大理财产品的人发现本金无法兑付。一时间，恒大的办公楼下挤满讨债业主的哭喊声，这拉开了房地产神话破灭的序幕。而政府对恒大几乎未出手相救，只是象征性维稳，已经在释放房住不炒、刚凶自负的信号。接下来，另一个巨头碧桂园也陷入绝境。碧桂园曾是全国销售冠军，开发项目遍布大小城市。然而2023年下半年开始，碧桂园多笔债券利息无力偿付，濒临违约边缘。这家龙头房企爆出的数据触目惊心。截至2023年底，碧桂园已完工但尚未售出的房子有约 3.6 万户，正在建造但尚未卖出的房子约35万户。更惊人的是，已经卖出但尚未完工交付的房子多达73万户。这意味着碧桂园一旦资金断裂，大约上百万户家庭可能面临房屋烂尾、积蓄打水漂的风险。曾几何时，碧桂园的广告语“给您一个5星级的家”传遍中国的大街小巷，现在却变成了无数家庭难以醒来的噩梦。房地产泡沫破裂，不仅击倒了开发商，也殃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根基。过去土地财政如同提款机，地方政府卖地皮给房企，每年收入不菲，用以支撑基建支出和日常运转。在房地产火热的黄金年代，有的城市财政收入中有1半以上都依赖卖地收入。然而随着房企没钱拿地，土地拍卖流拍率飙升，地方财政顿时捉襟见肘，一场隐蔽已久的地方债务危机开始浮出水面。许多地方政府多年来透过城投公司等管道大量举债修路、建桥、造新城，其债台高筑程度甚至远超房企。一些中西部地区为了追赶发展，大搞形象工程和基建狂潮，留下天量债务。例如号称债务重灾区的贵州省，据披露，债务余额已超过12000亿元人民币，远远超出其财政偿还能力。2023年初，贵州官方罕见地向中央喊话，承认靠自身已无力化解债务，需要国家层面支持，这犹如吹响了地方债求援的号角。此后，云南、内蒙古等地也被爆出财政困难，甚至出现基层公务员降薪、教师欠薪的情况。地方政府本该是稳定一方经济的稳压器，如今却沦为了最可能引爆的雷区。地方债务的积重难返，其严重程度不容小觑。截至2025年底，各级地方政府发行的显性债务加上隐性债务，如融资平台贷款，累计可能高达 GDP 的1倍以上。更可怕的是，每年光是地方政府债券的利息支出就突破了1万亿元，也就是说，各地财政大约1/10的钱都先拿去付利息了，而且这个比例这几年还在快速上升。有些财力弱的地区，新增财政收入几乎全部被用来还本付息，根本无力投入新的公共服务。当债务滚到这种地步，
地方政府非但没有余力刺激经济，反而自身难保。一些地方开始变卖资产，出售国企股权以换现金度日，还有地方干脆提前动用下一年度的专项债额度救急。这种种非常举措，其实都在透露一个信息：北京已经默许地方自寻生路，但中央不会大包大揽收拾这个摊子。不搞大水漫灌的铁纪律下，地方只好勒紧裤带硬撑，直到撑不下去为止。如今债务核弹一爆，地方政府的违约风险势必陆续引爆。虽然理论上地方政府不会像企业那样破产清算，但事实上的债务重组和违约已不可避免。对投资人来说，过去被认为最稳妥的地方政府融资产品，如城投债、信托计划，也变得风雨飘摇。如果地方融资平台无力偿债、工程烂尾、供应商欠款、银行坏账等连锁反应将遍地开花。很快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停工烂尾，因为再也借不到新钱开工了。银行体系内不良贷款率猛增，金融机构只能缩贷自保，甚至某些中小银行出现挤兑风险，需要政府进驻维稳。回想2022年河南村镇银行暴雷时，多少储户存款取不出，冒死拉横幅讨钱的场景，令人心有余悸。而眼下整个债务链条的断裂，规模之大，远超过去任何一次区域性金融风波。我们正站在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边缘，股市这个经济的晴雨表也在债务爆炸的冲击波下全线崩溃。长久以来，中国股市被戏称为割韭菜的机器，散户们心心念念牛市发财梦，却屡屡成为大户收割的对象。然而在国家对托市和经济高速成长的信仰加持下，不少投资者仍抱有股市终究会涨回去的信念。然而这次，随着官方明确表态不再托市，股民们彷佛失去了最后的心理支柱。在经济基本面急剧恶化的现实下， A 股市场出现恐慌性抛售，指数屡创新低，上海综合指数、深圳成指节节败退，市场成交急冻，千股跌停的惨状卷土重来。特别是金融、地产等权重板块跌幅惨烈，昔日龙头企业股票市值腰斩再腰斩，一些曾被奉为价值投资的蓝筹股也难逃抛售浪潮，投资者现金为王的避险情绪高涨。更糟的是，由于市场流动性骤降，许多股票干脆无人问津地趴在跌停板上，想卖都卖不出去。多年来，管理层为了提振股市信心，用过降印花税、限制 IPO 节奏、鼓励回购等种种手段，但这回已经招架不住全面崩溃的趋势。当债务炸弹在脚下炸响，投资者终于明白，那看不见的托市之手已经松开，任由市场自由下坠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场经济震荡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国内，而是以浪潮之势冲击全球。首先，大宗商品市场首当其冲。中国长期以来是全球最大的原物料买家，钢铁、水泥、铜、铁矿石、大豆、原油等消耗量居世界第一。一旦中国经济断崖式下滑，基建停滞，房屋停建，对原材料的需求将大幅缩减。国际市场上，大宗商品价格近期已经开始跳水，铁矿石价格重挫，澳大利亚、巴西等资源出口国惴惴不安，铜和铝等金属价格下跌，智利、秘鲁等国经济受影响，原油需求预期降低，油价也持续走弱。可以说，中国这台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突然熄火，让整个资源型经济体都感到一阵寒意。许多依赖向中国出口的企业开始削减产量，全球航运指数下跌，经济衰退的阴影在亚洲新兴市场上空浮现。亚洲其他股市和金融市场同样受到拖累，香港股市首当其冲。由于众多内地房企和银行股在港上市，投资人恐慌情绪蔓延，恒生指数出现暴跌，一度跌破了20年来的最低点。不仅香港、新加坡、南韩、台湾等与中国经济联动紧密的市场也遭受抛售压力，投资者纷纷撤离风险，资产转投避险。可以说，中国债务雷的引爆引发了一场亚洲金融风暴的前奏。尽管各国央行和监管机构密切关注，但市场情绪这种东西一旦崩溃，往往难以立刻扭转。尤其是很多外资基金此前重仓中国和亚洲资产，如今风险偏好巨降，
不计代价的抛售，导致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压力在区域内此起彼伏。亚洲金融圈开始回想起1997年的可怕记忆。那一年泰铢崩溃，引发亚洲金融危机，各国货币股市连环倒下。而如今，虽然各国经济体制较当年稳健，但中国经济巨舰的震荡规模更甚，若处置不慎，亚洲经济难免卷入漩涡。甚至连与中国官方严重不对付的加密货币市场，这回也没能独善其身。在全球流动性趋紧和恐慌情绪下，比特币、以太坊这些主要加密资产价格大幅跳水。原因在于，当前加密货币更多被视为高风险投机资产，而非稳定的避险资产。一旦投资者信心溃散，大家争先恐后抛售套现，加密币的跌势甚至比股票还猛。一些原本幻想资本外逃最后出口的人，试图透过虚拟货币把财富转移出中国，但当局早已严打虚拟货币交易，封堵矿场和交易所，导致场外交易渠道极不稳定。在缺乏增量资金接盘的情况下，比特币等价格一落千丈。短短几周内，比特币价格腰斩，再腰斩，许多炒币者资产灰飞烟灭。事实证明，当整体经济都陷入危机时，所谓数位黄金也无法独自对抗潮水般的抛售和监管高墙的拦截。总而言之，中国经济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总体性坍塌，房地产、基建、金融、股市、对外贸易，这些过去撑起中国奇迹的关键环节几乎同时熄火或断裂。更严峻的是，这场危机发生在中国社会结构出现深刻变化的当下，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加速，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，民营企业家人心惶惶，投资意愿低迷，多重困难交织，使这次危机的恢复更加困难。曾几何时，中国人为高速增长沾沾自喜，但如今经济大退潮来临，才发现很多所谓繁荣不过是借来的钱堆出来的幻象。一旦借钱的游戏结束，一切荣华富贵皆成镜花水月。在这滔天巨浪之中，普通人如何自保？毕竟相比财大气粗的权贵和机构，芸芸众生才是这场经济风暴中最脆弱的存在。当楼市和股市双双崩盘，银行理财、信托计划屡屡爆雷，对于老百姓来说，最重要的莫过于保住自己的血汗钱和生活稳定。在此，我们综合专家意见和历史教训，尝试给出几条保命指南供大家参考。第一，现金为王，保存实力。在经济剧烈下行期，与其幻想一夜暴富，不如务实地保住已有的资产。不少人过去几年把积蓄砸进房产、股票，如今发现资产缩水严重，甚至被套牢。此时最忌讳的就是赌徒心态加码抄底，试图在暴跌中铤而走险翻本。要知道，当前的危机不是一两天能结束的，泡沫破裂后，资产价格可能长期处于低迷。与其继续沉没成本，不如见好就收，止血止损。能卖出的投资，趁反弹果断卖出变现，哪怕赔本，也比最终血本无归好。把资金更多以现金形式或存款形式留存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充足的流动性就是风暴中的救生艇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第二，多元分散，对冲风险。如果资产足够多，一定要记住，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过去很多中国家庭习惯于单一投资房地产，把几代人的钱都压在一两套房子上，或者热衷配置所谓刚性兑付的理财产品，结果如今房子卖不掉，理财打水漂。未来的日子里，不确定性将成为新常态，因此资产配置必须更加分散。可以适当持有一些黄金等实物资产，黄金历来是乱世保值的硬通货，也可以考虑将一部分资金转换为稳定的外币资产，如美元等，以防本币贬值风险。不过要注意遵守法律，在合规限额内换汇，切勿铤而走险通过地下钱庄等非法途径，因为一旦被查，损失更大。还有，如果有条件，可以在海外配置一些基本的资产，比如购买一些国外市场的指数基金或蓝筹股，以对冲中国本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。但这需要通过正规渠道，并注意外汇管制动态。如果上述途径都不方便，那至少也应该把资产在不同类型中分散，现金、银行存款、国债、
黄金，甚至实物不动产，比如自住房保留，各类资产相互搭配，降低单一市场崩溃对整体家庭财务的冲击。第三，降低负债，保住房产。危机当前，个人和家庭也要审视自身的负债情况，如果背负过多贷款、房贷、消费贷等，在经济不景气时可能成为沉重枷锁。利率虽然在降低趋势，但收入也可能下降，甚至失业风险上升，还贷压力反而变相加重。建议尽量提前偿还一些高息贷款，减轻未来几年的负担。同时，慎重对待新的贷款和担保，一定要量入为出，避免为了所谓抄底机会再度杠杆加深。另外，对于已购房产，特别是唯一自住房，一定要想方设法保住。不管房价如何下跌，自住房毕竟解决的是居住刚需，在乱局中有个安身之所至关重要。如果有多余的空置房产且债务压力很大，可以考虑趁早降价出售止损，换取宝贵流动性。而对于手上没有房产但打算接盘的人，反而不妨耐心观望，切勿因为房价下跌就匆忙入市接刀。下跌趋势中，抄底极易抄在半山腰。租房者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议价，因为房东们在房价跌、市场冷情况下，可能愿意降租金留住租客。总之，在房产问题上，刚需自住为先，投资投机为次，审慎行事才能保全实力。第四，注意工作与现金流，提升自我保值能力。经济不景气时，失业和减薪的风险上升，普通人要做好职场上的准备与打算。首先，尽量保持现有工作的稳定性，在企业缩减人手的时候，展现自身价值，成为不可或缺的人，主动学习新技能，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多样性。如果所在行业前景暗淡，及早考虑转型培训，为进入其他行业做准备。还有，培养副业或多元收入来源也许是明智的选择，不要把收入希望只寄托在单一渠道。有人开始经营网络副业、小本生意，或者农村的家族有人种地养殖，提供支援，这些都是稳定生活的备选方案。越是经济困难，越要保障家里有基本的现金流入来应付日常开支。当然，在守住收入的同时，更要节流。从现在开始，养成简朴的生活习惯，非必要的消费尽量减少。过去习惯超前消费、奢侈消费的人需要反思，一旦环境变了，要学会精打细算过日子，少刷几次网购和外卖，多为家里的米缸储点粮，也是未雨绸缪的智慧。第五，警惕陷阱和骗局，保护自身安全。在混乱时期，各种金融骗局和陷阱往往乘虚而入，一些不法分子会利用人们焦虑翻本的心理，设下高额回报的圈套，例如快速帮你把钱转移出国、保本高息理财新产品、内幕消息保证赚钱等等。这时更要擦亮眼睛，记住，天上不会掉馅饼。与其轻信陌生人的投资良方，不如把钱捂紧点，放在自己看得懂的地方。还有，在经济压力下，社会治安问题可能增多，因为失业和生活困难可能导致犯罪率上升。普通人更要注意人身安全和家庭安全，保持良好邻里关系，互相照应，有条件的装好门窗安防。万一遇到社会动荡或群体事件，应尽量远离是非，不要让自己卷入危险的境地。保命二字不仅指财产，也指生命安全，两者都马虎不得。最后，我们还要强调心态的重要性。经历这样的大动荡，许多人难免感到焦虑、沮丧，甚至对未来绝望。但越是在困难时刻，越要坚定信念，调整心态。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奇迹是永远不衰的，大起大落本就是周期的一部分。上世纪末，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经历失落的20年，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也让大量人财产缩水。可是熬过最黑暗的时刻后，生活仍在继续，新的机遇仍会出现。对中国人来说，眼下虽然陷入惊涛骇浪，但或许也有调整转型的契机。经济模型需要从过去对投机和债务的沉迷，转向更加踏实和可持续的方向。普通人或许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躺赢，随便买套房，炒几只股票就财富增值。但另一面，国家也许会更加重视实体产业和民生发展，努力创造新的增长点。
我们每个人要做的是在风暴中学会独立思考，提升自己的抗风险能力，以适应新的环境。当然，我们也要有最坏的心理准备，如果这场危机进一步演变，可能带来更深层的改变，甚至动荡。我们已经看到官媒开始淡化 GDP 至上的论调，强调过苦日子的心理准备，宣传口径上更多出现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字样。这些风向暗示着高层对未来经济形势并不乐观，也试图为民众打预防针。如果经济持续低迷，不排除当局会更严厉地管控舆论和社会，毕竟稳定对他们而言压倒一切。在这种时刻，普通人更应该冷静务实，与其怨天尤人，不如静心思考如何在新的环境下求得生存和发展。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经历了高速增长的荣光，如今也不得不面对泡沫破灭的阵痛。或许多年以后回头看，这段苦难岁月会被视作中国经济浴火重生的一个契机，也或许它将留下沉重的教训，提醒后人慎勿重蹈覆辙。北京的丧钟虽然敲响，但黑暗终有尽头。对于谨慎而坚韧的普通人来说，只要不失去信心，不放弃理性，我们完全有机会穿越这场风暴，迎来雨过天晴的那一天。记住，保命保本，等待冬去春来。经济周期如四季交替，严冬终将结束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寒冬中抱团取暖，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，静静等待下一次机会的来临。当钟声回荡过后，希望的曙光或许正隐隐浮现，让我们一起熬过至暗时刻，迎接一个痛定思痛后重生的未来。